我讲过，有尖的兵器，刺的剑跟枪，或者它以刺为主的兵器，一定要跟你的小臂，一定要跟你的手臂在一条线上面。那个尖一定要跟你的手臂齐，所以剑在拿的时候不要变成这个样子，这是拿刀。不要歪掉，不要歪掉。因为你这样拿也一样啊，你这样拿一样嘛。你看这边是这样子嘛，是不是？这边这样子，送出去，肩膀跟肘送出去。说你的不要歪是指那个骨不要。这边的时候你不要这样子歪掉，剑要保持到正啊。慢慢的把那个点做明确，做稳。稍微高一点。你拿剑你这样子会很累。你这样拿，这样拿，好像就把这个剑放在你的，你看，这样子的，所以你不需要很用力的去握，啊，你就是这样，这一扣就好了，就这样子，好，来再试试看，哦不对，第一个虎口是对这个剑刃的啊，然后好像是你看。剑在你的食指到这里，这边在这边，这边在这边，你就这样捧着它一样的，哦，是，不要抓它，捧着，你看，不对，你的食指，你手放平，你的食指到这边，哎，就是这样子而已，好像你把它捧在你的手里面，就是这样子，听不懂？所以你不需要用很大的力去抓它，只要用这个来平衡它，就行了。啊啊，你不要往这边移，往前伸一点，往前伸一点。好，走。跑掉了。有时候反光时候会看不到。哎，你到那个办公室看看有签字笔没有？往前来看，不要用抓的，不要用抓的，不要这样子的。我讲过，有尖的兵器，刺的剑跟枪，或者它以刺为主的兵器，一定要跟你的小臂，一定要跟你的手臂在一条线上面。那个尖一定要跟你的手臂齐，所以剑在拿的时候不要变成这个样子，这是拿刀啊，拿剑虎口的位置对到刃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手啊，你看，好像这样子捧着它，这样子捧着，晓得吗？你看这样捧，我是这样子捧着它，然后后面指头做调控，后面指头勾住它做调控就好了。所以基本上什么？基本上只有这3根指头，基本上只有这三根，这2根在做变化的，啊，这2根在做变化，在做这样子的，你看一勾。这个一勾，这个一勾，这个起来，这个一勾，所以基本上在拿剑，它只是这样子的，
它只是这样，所以你在拿剑，它是这样子捧着的，所以它很轻的，它很轻，你这样捧着，啊，像它这把剑重，它这把剑重一样嘛，你看你这样捧着，就是这样捧着，这样放着，你看，所以你的剑拿起来，你抛起来，它跟你的手的关系是这样子的关系的。不要把剑跟你的手的关系变成这样子的关系，跟你的手臂变成垂直啊，除非你的剑要劈了，我们的剑要劈下去，劈下去是这样子的。可是以刺为主的，它一定是这样子的，刺的一定是这样子的，所以你基本上你拿剑要这样拿，所以你这样在动的时候，它就很轻松，它就是什么？它就是你的手臂的活动嘛，它就是你手臂的活动，看不懂？所以先把剑拿活了，好，来再试试看，哎，好，走。你的点在哪里啊？你的圆心，跑掉了吗？跑掉了是不是？它重量为主，可以往后拿，行啊。主要是以重量为去。对。这个剑顺便跟你们说一下，握有的人握得很前面基本上它留给你的这个空间。中国民间剑的一个特色就是这个，它这个还不是很明显它必须是一个核桃形的，核桃形，这边是高，这边高，然后这两端低，成一个弧形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也还是一样，这是一个支点，所以一般正确的在拿的时候呢，是这个支点在手掌心，这个支点在手掌心稳定，所以因为有这个支点在手掌心，所以这个剑呢，它可以往前往后翘，以这个支点高起来的支点为主，你的剑可以很轻松的这样动。所以当我的剑这样动的时候呢，它不是用手腕，它不是手腕的力，手腕的力太粗了，它是这种很巧的力，就是在这边的，你看，你的食指跟这边，小指跟这边，所以就是手指头，你看，就是手指头上面，手指头上面跟这里，所以正确的，你有弧吗？这个，你这个有，你这个比我这个明显，你看，基本上就这样子。尤其你们去看清朝，现在你们去翻老照片有小姐，就是女孩子使用的剑，女孩子用的剑短，可是它这个核桃状这边非常高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他用那把剑的技巧性非常高，就是这里给他的那个剑的那个变化快，听不懂？所以基本上我们握是这样握的基本上是这样握，但是呢，剑它有它一个很大的弹性比方讲，一般讲比较少了。你要刺的时候，当然你一刺进去，你这个手会往前走嘛
所以有护手来挡。所以护手是护谁的手？是用剑的人的手，不是别人来砍我去挡对方的剑啊，不是的。护手是我下去防止我自己的手滑，没有护手的话，出汗或者有血或者有任何打久了，你刺到对方，你的手会滑，会往前滑。所以护手是保护我们的手不往剑刃上滑啊。第二个，这个剑啊，你可以拿在什么地方？除了像刚才晋级讲的这个剑的重心偏前，你可以往后拿，往前拿，根据你的剑的那个重量来调整你朝哪拿。那这种东西，这也是一个支点。所以我的剑也可以怎样拿？我的剑也可以这样拿，我的剑也可以这样拿。这是另外，这不是常这样用的啊。但是这样子对我来讲，对我操纵这个剑来讲就更活了，更活又长啊。所以你看，所以它后面这个弹状的东西啊，这个剑弹啊，它这个形状啊。这个形状啊，也是有它的道理在的啊！你看，当我这样拿的时候，这2个指头这样扣着，然后这边还是在我的手掌心，所以这个剑在这边，你看这个剑在这里玩的话，就比抓在这个地方还要活了啊！所以我们练的时候，说我一直讲练是一回事，练跟用完全是两回事的啊。然后剑虽然它是单手剑，可是我们在用的时候不一定只用单手，也就是说，当我在用的时候，这个后手在这个地方啊，我的后手在这个地方啊，它是可以帮助到我，就等于是双手剑了，还是一样是拿在这边，是你看它就成为这样子的东西了啊。所以它虽然是单手剑，可是你不能只把它当做单手剑看。它这个构造上面啊，它在设计上面啊，给我们很大的使用空间。使用空间，这样没懂啊？但是基本上还是以这个为准，但是你不要认为只有这样子，看不懂啊？所以我们在用你自己这样拿看看，这样拿比那样拿活多了。你的手腕会用的话了啊，就你拿在剑弹这个地方啊，比拿在前面活多了。所以以前这个剑弹，这个也不可以乱做的，这个是有它的理，有它的实用性在的，有它的实用性在啊。你这个拿这个，所以以前在练的时候，这剑指都不离手腕的嘛。我们在练剑的时候，你可以分开，你可以啪，你可以这样子，你可以这样子。你可以这样子，你可以这样，在用的时候没有这样子的，用的时候没有，练的时候有，练是练气嘛，练姿态，练气嘛。在用的时候不行的，我在讲用的时候，你自己越小越好。所以现在用的时候，它都是在手腕处的，在手腕处我马上要用这个了。在手腕处，我马上要用，马上就成为这个了。所以这里的操控跟双手剑一样的，听不懂？所以剑是一个很灵活的东西，很灵活的，技巧性很高的，很难练的很难练的，就这样子。所以基本上你们现在练还是先掌握到这个，
以后你们自己要买剑的话，你们自己要有一把剑的话，也要注意到这个，因为现在很多做剑的，他只管漂亮，这个地方都没做到。你们这个剑应该也有一些，也对，啊，好，再练看。